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你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不是进步，是飞跃。王一博圈速狂飙近2秒，这次太狠了，谁也拦不住了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成功，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统治级跨界突破。当一个人不断刷新外界对他的认知边界时，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定义顶级艺人这4个字的含义。而就在4月10日，王一博用一组极具说服力的数据，再次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所有人面前。China GT 上海站赛前公开练习结束，他驾驶升级版梅赛德斯 AMG GT3 Evo 战车，将个人最快圈速从去年的2分04秒326直接提升到2分02秒332，接近2秒的跨越。这不是微调，而是质变。在赛车世界里，2秒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对线路理解的重构，对刹车点的极致控制，对每一个弯角极限的重新定义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提升并不是偶然爆发，而是一次系统性进阶的结果。当这组数据被公开之后，社交平台迅速被点燃，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破亿，热搜持续霸榜。但如果只把它当作一次明星参与赛车的热度事件，显然低估了这件事的真正含义。这更像是一位职业车手在用成绩证明自己。因为在这条5.451公里的上海国际赛车场上，成绩背后是长时间的高强度训练，连续多日的封闭特训，车内温度超过50摄氏度，心率长期维持在180以上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任何一个判断的误差都可能被无限放大，但他依然能够稳定地完成控车、入弯、出弯和加速的每一个环节。慢就是顺，顺就是快，这不仅是一句赛道哲学，更像是他这段时间训练的核心逻辑。从操控细节到刹车节奏，从单圈速度到长距离耐力模拟，每一个环节都在被反复拆解、重建，甚至连复杂的战术执行也被转化为可重复、可验证的操作路径。有工程师在评价时提到，他的抗压能力非常突出，而进步速度更是超出预期。这种来自专业体系内部的认可，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所谓艺人玩票的标签开始变得站不住脚。赛道上的王一博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存在，他的眼神始终锁定前方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从设备调试到数据分析，每一步都建立在专业逻辑之上。尤其是在面对全英文赛车数据时的快速理解与反馈，更让人看到他已经真正进入这个体系，而不是停留在表层体验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当他摘下头盔的那一刻，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气质又迅速浮现出来。蓬松的卷发自然散开，素颜状态下的他显得干净而轻松。休息间隙，他会下意识整理赛车天线，甚至在车内不自觉地轻轻抖腿。这些微小的细节让原本高强度的职业形象突然变得柔和起来。那种在极致专注与松弛日常之间的切换，构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。也正是这种反差，让观众产生更深层的情感连接。然而，如果只停留在个人魅力层面，这个故事依然没有讲完。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事件所带来的行业层面的变化。门票提前45天全部售罄，超过4.5万张门票被迅速抢空，刷新了赛事纪录。超过4.6万名观众来到现场，甚至连应援灯牌都提前售罄。更关键的是，观众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，女性观众占比大幅提升至约90%。一个原本相对小众的赛车赛事，开始被更广泛的人群关注。不仅如此，青少年卡丁车参与热度也出现明显增长，相关数据甚至出现了超过30%的提升。同时，多家国际品牌开始联合投入赞助资源，赛事的商业价值和传播层级被重新评估。官方层面将其视为城市体育文化的重要名片，
而国际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一变化，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亚洲赛车市场的关注度。当这些变化被串联在一起时，就会发现，这已经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成功，这更像是一次由个体驱动的破圈效应。从娱乐圈到职业体育，从粉丝文化到产业关注，一个原本分隔清晰的边界被逐渐打通。而回到他个人的轨迹，从获得国际汽联 D 级执照，到累计拿下2个冠军、4个亚军和1个季军，完成金银铜奖杯的收集，这条路径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：这不是依赖流量的短期尝试，而是一条长期投入、持续进阶的专业道路。舞台上的他可以发光，赛道上的他同样在用另一种方式证明自己。接下来，更大的考验已经在等待。4月18日至19日，上海国际赛车场正赛即将开启，他将与马来西亚职业车手毛俊豪组成85号车组，驾驶全新涂装的赛车正式出征。全新的赛制将比赛时长延长至4小时 ，GT3 组别独立竞技，这意味着无论是体能还是策略，都将面临更高强度的挑战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这场比赛的关注度被提前拉满。所有人都在等待，这一次他是否还能把训练中的突破转化为真正的赛场成绩。或许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是，当一个艺人可以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建立起专业级竞争力时，我们是否还应该用过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？而这一次的上海赛道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分界点，让跨界这个词从尝试变成一种新的常态？